有没有看到？这个是含金量非常重的金马奖，我还抬不起来。今天的嘉宾呢，就是杨艳艳，她可以说是我们女演员的新马代表。本来呢，她还不愿意带这2座奖项来，是我求她带来的，果然是非常的重。但是呢，她的成功绝非偶然的，她从小就发着明星梦。究竟杨艳艳这一路走来是怎么样的心路历程？今天我们就欢迎她来到现场。我先在这边做好准备。全听你说。好，可以了，应该可以了。瘦很多了哦，皮肤也状况也好，身体好就会好，直接在做这个。我看嘛，我看你身体好，有没有？也还是一样嘞，好很多了啦。block 了吗？有一点。你是在跟我比大腿粗的是吗？有没有曝光？对呀。金马奖影后嘞，有没有曝光啊？有没有曝光啊？做斜斜好了。这样你会很拘谨，会不会？有一点啊。可以啊，那我们就开脚 ，relax 一点。我们的金马奖影后，我一定要好好访问一下。金马奖最佳女配角，一个金马奖最佳女主角都让你囊瓜了，非常不简单。隔5年呢，不是1年，有的一辈子都拿不到啊，隔5年。你讲得很像我第2年就拿另外一个奖。隔5年也是很辛苦，但是。我们要先回归到金马奖影后就这么容易诞生的吗？没有，你6岁就开始发明星梦。其实这是我在后来念书的时候，我才去想到这一段事情。就是那一年，你知道小时候我们在村子里面，就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录影机嘛。刚好我外婆家有一个，然后就我们在播一部电影，就全村的小孩都来了。就大家坐在一起就在看电影，然后那部电影是说一个老师带一群学生上山，然后老师被那个虎头蜂给蛰死了，然后那个小女孩就念一篇悼文，然后她在念的时候她就哭，然后我就在下面看，因为那个电视很高，你知道那种18寸小小的就很高，然后我的眼泪就忍不住要掉出来了，然后我就一直止住，然后我就一直偷偷擦眼泪，然后左看右看，看有没有人在看我擦眼泪这样子。我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说，如果我是电视箱里面那个小孩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毫无顾忌的流眼泪了。你就可以这样表达你的情绪。对，就觉得说，哎呀，我如果是那个小女孩的话，那我哭就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啦。哦，对，那是我第一次觉得。这样，那我也有演电影的天分呐。那你绝对有啊！你知道我们一起做那个《笑笑没烦恼》的时候，我都一直觉得你是被综艺给牵绊，被延误的一个好演员，好不好？我等一下也要来跟你讲一下，《笑笑没烦恼》是她得了影后，就是最佳女配角之后，来跟我们电视圈跟我们玩了一会儿。开心好开心哦！电视上游艇哇，这个有时候不是职业病，这个有时候人家会以为你有一点点神经病。我没有乱搞，我没有，因为我很爱我的Ruby。我很开心啊！我的天，你开心我不开心啊！我觉得这种人怎么可以得奖呢？你知道吗？有一天我还记得你跟我说，因为我们可以，我觉得你可以这样。我觉得很好好棒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演了，就很有默契。你知道，我觉得你超好的，超厉害的。所以我们可能一个有神经病，一个有精神病，2个是绝配。OK， 燕燕从小就怀着明星梦，而且最让人意外的是，你几岁就去参加才华啊？19岁吧。对，很小啦，那时候很小。哪一届的？周初明那一届的？我已经忘记了。就是那个时候，就是一堆朋友就觉得说，因为我们是汉伟的学弟学妹，怀柔中学。对，我是汉伟的学弟学妹，以他为榜样，对，觉得说可以用汉伟做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，然后我们就大家冲啊，然后中学毕业、高中毕业就觉得说我们可以去试一下。我们是戏剧社的嘛，所以你第几圈被刷下来？第1圈啊，不是第2圈。
第二圈。所以被才华刷下来之后，你就继续在新加坡连滚带爬的在演艺圈旁边、中间、水沟边一直在游离了，这样。我觉得我蛮幸运的，我就一直的在舞台剧一直在专业。你先去了舞台剧，其实我一开始就是一直在做舞台剧。对啊，那我就那时候是中学毕业，因为我是戏剧社的嘛，所以我们有学长在新加坡工作，然后他就说，哎，你要不要去试试看？郭宝坤老师他在找演员，你要不要去试试看？然后我就说，那好啊，那我就去试试看。然后郭老师就找了我们，就来演戏这样子，就是他就花了半年的时间跟我们这堆小毛头一起排练。演哪一部？红英。红英，你演的是舞女。对对对，那半年就是基本上在给我在学些什么？就是从创造角色，怎么样看剧本，然后怎么样将你自己的一种爆发力爆发在台上，所以我们就练习这些东西。而且我那时候我们的配戏的演员就是杨世斌老师，现在跟我演《热带鱼》的杨世斌老师，其实那个时候也是跟我们一起搭戏的，所以主角都是让我们这些小毛头来做，然后配角呢都是很有经验的演员。然后其中一个就是德亮，他演了一个老妓女的角色，他在台上只有大概15分钟吧，或者20分钟，可是下台之后，全世界的观众都在说他，啊，他真的演得好好啊，什么什么，好感动哦。我心想说，天啊，我在台上1个小时45分钟都没有人管我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想不通啊，为什么？就是那个为什么一直存在我的脑子里面。那半年的时间，其实很多时候是我听不懂郭老师在说什么。为什么？就老师跟我们说很多思想上一种心情上一个人物的变化，我都没有办法理解，我无法理解，然后我回家都会很伤心的哭，我就觉得很大的挫败。所以到后来一直到郭老师说，哎，燕燕，你有没有兴趣要去念书，学表演艺术？我说哦，表演艺术可以学习的哦，可以去上学学这门科目的。原来有这样的东西啊！他说好啊好啊，老师好啊好啊，但是我没有钱。老师就说不用担心不用担心，那你就先来面试，那到时候我们再看可以怎么办。OK， 对对对，然后就去面试，面试之后老师就说，过了一段时间他就说我们决定收你当学生，晴天霹雳耶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跟我妈说？我要去念书。那个课程会多久？3年。3年 ，OK。对，3年的课程。然后我妈气死了，我妈说你要去的话，你就不要回家。对，就脱离母女关系。那你怎么办？我哥就说，哎，不要紧啊，你现在需要什么？我说可能需要生活费吧。他就说，那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打个电话来，跟大嫂讲，我们一定会筹给你。我就这样被送去念书。所以那个时候的生活费是哥哥小嫂救济你的。对对对。听说你还拿到奖学金。对，学费嘛，因为我们学费也蛮不少钱。所以还好你的学费是用奖学金，靠你的努力得到一个奖学金的辅助。对对，从不知道什么都懵懵懂懂的，一直到进入学校，然后非常刻苦的去学习，然后一直到觉得说，哎呀，可以跟老师好好的对谈的时候，老师就过世。就比较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的时候，就晴天霹雳了。但是我想我们也在这边可以让新加坡孩子知道，因为居然有这样的一个科系，可以让喜欢表演的人去学习。其实现在很多了，现在很多不同的学校都有不同的表演科系。以我的学校为例的话，郭老师他有一个非常前卫的想法，当时就是他将4大亚洲的传统舞剧放在我们的课程里面，就是京剧 ，OK， 能剧，日本的能剧，然后印尼的人剧叫 Wayang Wong， 然后印度的 Bharatanatyam， 就是当时我是学的是这4个。你会吗？你还记得吗？我还记得啊。你可以秀一段吗？京剧吗？啊，可以喝口水。可以。我想京剧我们可以秀一段嘛，那个是经典嘛。我第一次听到4种，而且我知道就日剧的，它有一种那种它是很低沉，非常低沉的，对，你有学过这基本的，了不起呀你！就是上课的京剧也会。不想台湾你 OK 好，不是 sorry， 那也是一段啦。OK， 我是野鸡学校的。但是我们学的也是很基本，就是工架，然后
然后学一段西诗，学一段念白，学一段水袖。呀，对，京剧是怎么样的？它要低。啊哈，我程秀英，不幸我父早年去世，偏向母女二人，就在这菜园城西门外开了一个小小的酒馆儿，买卖呀倒是挺好的。我鸡皮疙瘩站起来耶！我卡了一下。不对，我看到那个功底，我看到你这个就，所以你底蕴很强。谢谢。你还有另外一个可以给我们做示范的吗？就是不同的，是吧？比如说日系的话，它是我可以做唱一小段吧，应该是一小段，我大概记得吧。ずまそびの数々に，我好感动哦，我们的鸡皮疙瘩都站起来了。我都不懂你学了这么多，这么基本功。学习的时候，希望的是老师希望我们能够将它运用在现代的表演上。所以让你在郭宝坤老师那边的3年奠定了很重要的表演的一个基本课程。是，而且我觉得他奠定了我一些人生的一些观念吧，不放弃。所以我有一次我要放弃的时候，我就说，老师，我真的做不了了，我没有办法写一个自己的戏，然后导自己，然后还演出来，我的天，我做不了。然后他就说，叶叶，你以前是风帆队的队员，对不对？我说是啊。你有跟我说过你在海上，不管是风啊雨啊大，你的手的破皮破的什么样子，你还是继续的，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游回那个岸上。乘风破浪，对，还是乘风破浪。你为什么不坚持那种心情、那种心境呢？我就觉得，好吧，我就好好的，真的就是好好的学习。他就等于是你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导师，是，绝对是。所以你要不要在天之灵老师跟他讲，老师燕燕没让你失望？我不知道有没有让他失望，但是我觉得得奖不一定就是让他觉得不失望的地方，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，我没有放弃。这个老师应该会觉得说还蛮欣慰的。他当初没有看错人。我不知道他当初到底看中我什么，就是一个傻子。对，最重要的是我还知道说你第一次最初的登台哦 ，before 你在这个剧院或来参加才华，听说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就有拿过主角的一部戏，不是主角，是主角，算是很短的一个很短的那个主角舞台剧是什么？我是一个小丑，对，但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因为表演拿奖。我就拿了最佳新人奖。你好会拿奖，你连小丑都去跟他抢戏。我不知道，就那个时候我演小丑是因为我是运动员出身的，我非常会翻筋斗，我身体很有力，我的肢体非常发达。等我在台上，我都要翻筋斗，我没有话说的，没有语言的，所以就翻就拿了一个最佳新人奖嘛。那学校嘛，你想怎样啦？就是你跟你讲，有些人跟缘分是有吸引力的，有些人就命带奖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是命带屎，你是命带奖的，你知道吗？连小丑翻筋斗都行嘞。所以98年的时候就进入了电视界，然后演那个播音人的。我是美丽，我是陈美丽。陈美丽，你就开心吗？那时候演那个？开心啊，傻傻的，不知道干嘛。有没有被导演骂过？有，我导演的人很好。哎，你不要假了，我导演从来不骂人的。最严厉的一次就是，哎，杨小姐，这个词要背好。就最严厉的一次就是这样。你知道我多幸运吗？我有多幸运，你知道吗？听说你还有以前后来也接一大堆主持是吗？主持我就不要考你，你不行，你不行。什么鬼？我拿过奖好不好？不行啊！你拿过主持奖啊？真的，你好会拿奖，我的妈呀！你拿过什么奖？拿过一个开罐器上。得奖开罐器，我还要拿金狮奖，哈，最佳主持。你不要讲啦，那时候是没人参加啊。其实我临场发挥不错的。哦，真的吗？还得过金狮奖最佳主持人。对啊，
功力没有办法跟你比。我也不想跟你比，OK， 我也很怕。哇，后面2座金光闪闪，谁要比？等一下多1座，我不要。哎，就是你学了那么多剧啊，你可不可以让我深切的了解一下，电影、舞台、电视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发挥？衡量又在哪里？其实电视跟电影之间，我觉得是，我在跟Anthony 陈哲一导演的，我第一次跟他面试，我就是去试镜那个《爸妈不在家》，我演完一次，他就说可不可以再小一点？我说哦好啊，我试一下，我就再试一次给他看，然后第2次他就在说可不可以不错，这我再小一点嘛？啥？什么东西小？再小一点？还是哪里小？他没有说什么小，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将它再内收一点，不将所有的情感表达出来。然后我做完了，他就说，不错，但是我可以不再小一点。然后我就开始抓头了，我就说了一句，可是导演再小就没有得演了。对呀，我也会他就是说，你知道他就说什么？我就是要这样，我就有什么不同？有什么不同？那个我收的很小，跟这个，为什么我的感觉我自己感受不到那个不同？哎呀，天哪，怎么办？然后在我们在正式拍摄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就说 ，Good， 我们再来一个。我就，好啊，我就做，就在拍《爸妈不在家》的时候，第2次做完了，他就说 Very good，Kid。OK，next scene， 我就等一下，我要看一下 very good 是什么意思。我看，我就走去 monitor 那边看，我跨不了。我天哪，我不明白。算了 ，OK， 下一场。我知道，对我也是感觉是。我就OK， 下一场。后来我就在跟他聊天的时候，就说导演，你刚才说那个 very good 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就说。你想，在看电影的时候，我们是放大100倍，人是放大100倍的。你的一点点的举动，你眨一个眼，你挑个眉毛，它都尽收眼帘。就是观众在看的时候，它放大了100倍，所以你挑一根毛，观众都看到了。但是你在电视上可能看不到啊，所以你可以放多一点。可能我觉得啦，在电视上的时候可以放多一点情感。比如说要放出去一点生气，你可不可以用2种做法？比如说你很生气的出来，跟内敛的生气。你如果观察你自己，你生气的时候，你的呼吸有2种，一种是快速的，一种是更深沉的。对，这是深沉的，你让我吓到嘞，有威胁性嘞。对，所以它不是一种就是生气，很深的一门学问了。很深，但是又可以是很简单。也很厉害呀！陈哲艺导演在《热带雨》，听说这个女主角一直不是找你，你一直是她的备胎呀？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为什么？她可以找我、啊。你就看。对，为什么你会是备胎？第一个理由是他已经找了嘉乐，所以他想说不要找我演。第2个，他觉得我太不像那个角色，可能他没有看到假发的功力，假发跟化妆的功力，这造型的功力。我觉得揣摩当然是可以去揣摩，就是我以一个演员来说，我可以去揣摩一个角色，但造型也得要帮忙啊。对。拍摄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可以不断的做。所以这次我跟你做的最多的33次，33个 take， 是我自己蛮高的一个记录了。这个就是我最受不了的一件事情。人哪有33次的表情，哪有33次的情绪？而且我们在……对了，你说的一点儿都没错。我的这场戏非常短，这场戏我只需要按那个水，然后把那个被子打开，然后望一望天，然后走上前一步，然后笑一下。但是这个过程我没有办法跟你说 A 什么 B 1 2 3 4 5 6 7 8，但是我知道它有1 2 3 4 5 6 7 8叫10，最后的一个笑。但是我每一次重来的时候，我得要回到1，那个功底应该就是我去到10了之后 ，OK 不好啊 ，OK 我们再来一次，我又要从10再回1。对，你怎么受得了？可以啊，这个叫艺术，这个叫追求。这个叫金马，这个叫变态。
不，这个，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种，它是一种感觉。我自己也，我觉得最难熬的，就像你刚刚讲的 ，repeat and repeat and repeat。但是我不觉得煎熬，那个时候我觉得，好吧，再来一次吧。所以最后导演要的是哪一个？第一个吧？没有，他要的是第30个以后的。OK， 然后新加坡很多导演合作过，但为什么你会跟陈哲艺是黄金搭档？你们合作过3次是吗？第一次是短片，叫做《阿嬷》。阿嬷那个时候，陈哲艺还在当兵，然后我就去面试啊，我就去试镜啊，然后就让我演那个女儿的角色，最小的女儿的角色。然后我们在排练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哎，我希望你这个角色是不哭的，不流眼泪。”我就这个导演好，这个导演好。虽然他这么年轻，但是他可以理解，有时候悲伤不一定是要眼泪来代替，用眼泪来表示。拍完之后，我知道他要出国念书，然后刚好我就在那个电影院里面，他们在播《阿嬷》，我说哇，拍得真好，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简讯，我就跟他说你毕业回来的时候要找演员，记得找我哦。我就这样给他留了一个简讯，这样。然后回来他就找你了？没有，他后来跟我说，其实我找了全世界的人，然后我最后才来找你。我说为什么啊？他说你拍的电视剧很烂。哦呀，因为陈哲艺导演说过杨艳艳拍电视剧很烂。关于这一点你怎么说？哇哦，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啊。他不喜欢 melodrama。这个电视剧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melodrama， 它就是你死我活，家仇国恨，对，你死我活，家仇国恨，就是我觉得他不喜欢，他喜欢那种淡淡的，他不觉得人生是这么的 dramatic 的。OK， 我再说回来，你觉得你适合电视剧吗？电视、电影两个再给你选呢？还是拍电影舒服一点，因为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间非常长。电视非常哪电影？电视的那种拍摄工作，我拍过最多的16场，一天16场都有我会死，拍到趴在地上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幸好我那时候体力非常好，可以做16场。OK， 电视是真的很辛苦，非常非常辛苦。我就觉得我自己拍完之后，我才觉得电视演员致敬，不好意思，真的太辛苦。是真的没有错。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自己被定型成为了一个妈妈型，要演妈妈才会得奖？你看你现在后面这2部都是演妈妈，年纪轻轻都被定型为妈妈级哦。OK 啦，如果大家称我全民妈妈，我也 OK。OK， 那金马奖得奖有多少奖金？奖金不多，大概不说啦，没有1000新就币，不多嘛。 less than 1000新币还多过1000新币？多过啦，多过。OK， 那我大概知道了。就知道那个飞机票包的吗？没有，还要自己包，还要自己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有住宿住哪里？圆山大饭店。你很烦，我想要知道，我们没有去过，你不带我去，下次带你去。带我去我可以做现场报道啊。对啊，下次你跟他们说啊，监制在哪 ？OK 啊。然后完了之后都有一个庆功宴 after party 这些，然后第2天有一个全世界一起的 party， 就是在金马奖之后。可是金马奖之后已经11、2点、1、2点，大家都已经是那种那个脸都快要融掉了这样。然后大家就去换便服啊，然后下来打个招呼 ，hello， 跟大家说谢谢，然后恭喜，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趴。最重要的是，媒体还有很多要访问，就是访不停，就一直就是这访到你自己，我刚才讲什么东西，我真的不记得的。OK， 对，好。然后我这边想要问你哦，拿奖是要靠运气吗？谁不靠运气啊？几分运气，几分努力？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，爱拼啊才。OK， 还是要怕拼啦。我觉得真的是怕拼还是蛮重要。哎，今天有人跟我说这句话，就说你要把自己放在对的位置上。我自己就觉得说，你永远不知道那个是对的还是错的，但是你站在那个位置上，你就好好的去表现，好好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。
OK， 好，我现在要问你的就是我们网友开放的问题。哦，第一个 M 网友他问说，真的很想看你在演电视剧，有没有考虑接演新加坡电视剧？好啊，所以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会愿意接的？对啊，如果适合的话，当然。那如果那陈哲毅又讲说你演电影演是很烂，你会怎么样？那怎么办？不要管他。OK， 好。然后他又不是我爸。OK， 因为我怕又影响你备胎第3次。明明已经很好了，然后一直被他怀疑。OK， 好，得了影后身价有没有上涨？也还好吧，也还好吧。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我们的影视业那个budget都是在一个独立片子的一个状态里面，它没有形成像韩国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，所以。你说你要价100万，我要200万，那就已经整个电影的 budget 了，你要怎么办呢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那大家都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了。OK， 好，是有点心酸了哈。你在演过的众角色当中，哪一个与你个人价值观差的最多的？那你又如何去诠释他那个理解那个心态？我们从爸妈不在家说起好了。OK， 那个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当妈妈。OK， 对对对，所以那场打小孩的戏。我就是跟导演说，希望能够一 take 过，结果我家的那个嘉乐竟然忍着眼泪不流。你知道我拍打他的时候，我的女儿发抖，在我肚子里面发抖，你知道吗？真气是气啊，我的女儿感受得到，我在生气，她发抖，你没有感受过 BB 发抖，在你肚子里面发抖。导演说我们来第2次，就真打了。然后眼泪流出来了，我女儿又发抖，我说啊没事没事，妈妈只是演戏，没事没事啊，不要紧不要紧。克服的话就是把它做完了，然后就，因为我可以说的是，演员身上有角色，角色身上也有演员，但是我们肯定不是同一个人。拍了那部戏爸妈不在家也得奖的时候，也就是燕燕发现患有忧郁症的产后忧郁症开始来袭了。拖了多久让你才发现？那时候孩子都已经几岁了？大概3岁2、3岁。2、3岁。你是怎么样开始发现？当你开始不舒服的时候，你会进入一种像黑洞一样的感觉，你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全世界就只剩下我了，觉得哇脾气超不好，什么都不记得，然后我觉得很容易紧张，会不知所措。就是你回到家的时候，你就会无数次的不断的重复你自己讲过的话，然后你就觉得你自己讲的不好，这个不对，那个不是，哇，那个脑子，然后这样就是有成千上万的想法在你脑子里面一直不断的延伸，对，它都是一直在跟你尝试 convince你做的一点都不好，对，所以那个是拖了大概1年多2年的时间，之后病情就开始严重，算是吧，因为那时候我搬到香港去住。搬去香港住，因为你嫁给一个老公是一个武术指导马玉成老师，然后他因为常年在中国拍戏，对，我觉得我应该要求助的时候，是我自己在跟他吵架之后，我觉得我要去结束我自己生命。就算人家给你100万，你可能都觉得说还是 negative thing。这个世界是没有10全10美这件事情，永远都是一个天秤，拿了一样你就要放下一样。如果你做了决定，你就不要后悔。你很坏哎，就是这样让人家哭的嘞。